我叫阮柔，万万没想到和院种闺蜜穿书了，穿成了古早虐文里2位大反派的炮灰原配。我嫁的就是这位权倾朝野、高不可攀的镇北王沈丽，她是我的闺蜜苏宁儿。我嫁的是书里的混世魔王小王爷沈玄。狗血的是，这对权势滔天的反派兄弟，心里却共同装着同一个白月光——白婉儿。记住，你只是婉儿的替身，不要妄想得到我的真心，你不配。妾身明白，将军能给妾身一处遮风避雨的屋檐，妾身已是万分感激，绝不敢有非分之想。倒是个乖巧懂事。许你不过是老太君逼的，我心里只有婉儿。若是敢管本王的闲事，本王有的是手段让你生不如死。放心，你的闲事我不会管，钱到位，老娘让位。都说苏家小姐善妒，今天怎么感觉不一样啊？一拜天地！满朝文武都以为我俩爱而不得，注定是这王府里最不受宠的怨妇。但谁在乎狗男人的爱啊？搞钱才是正道理。嘘。哇塞，这么长的珍珠链子都能在我腰上缠3圈了！不要妄想得到我的真心，你不配！啊呸！真给自己脸贴金！你的破针线画咸鱼白送我都嫌占地方。娶你不过是老太君逼的，我心里只有婉儿。求求你赶紧和白月光锁死吧，别出来恶心人了！我的真爱只有金元宝，宝宝们，我爱你们！这泼天的富贵，今天终于轮到我们姐妹俩了。冷静，别忘了原著剧情，白婉儿就要回京了。她一回来，这俩狗男人就会为了她把我们俩折磨致死。我将被沈丽看手砍脚扔到乱葬岗。我更惨，我被沈璇那个小魔头用各种毒药、化学超度，整整折磨了3天3夜，最终尸骨无存。所以我们的首要战略是，我负责装小白花，降低沈丽的防备；你负责想办法从沈璇身上赚钱，能捞多少捞多少，尽快攒够路费，在白月光回来的前一天，我们就金蝉脱壳，远走高飞。宝贝，宝贝，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夫君，你回来了。夜深路重，妾身伺候您更衣。不必。哟，这么冷淡，不愧是虐文男主，定力可以啊。夫君，今夜是我们的洞房花烛，这交杯酒总要喝的吧？取悦我，你倒是很卖力。这可是金钱的香味啊！妾身只是想做好将军的妻子嘛。酒喝了，没别的事，我走了。真是油盐不进的火阎王！将军是不是嫌弃妾身？妾身知道自己比不上白姑娘。你哭起来，确实有几分像她。像你个大头鬼，老娘这是演技。但记住，你永远没办法跟她比。切！姑奶奶，我才不在乎。夫君呐，这漫漫长夜，将军，老太君派奴婢来说来看看新房情况。既然这么想做我的妻子，成全。啊！老奴这就进来了。放肆！本王正忙着。他在干嘛？他刚才不是还不碰我吗？王爷，你冷静点，你心里不是只有白……他真的要……老奴这就回去禀报老太君，将军和夫人感情甚好。签了它，1年之后契约到期，你我自动合领。这箱金元宝是本王给你的补偿。成交。就这么答应了？不然呢？是纯金的。交易结束，完事儿，你可以走了。你跟本王走？小王爷，老太君特地让老奴来看看。
我这没事，你去我哥那去看吧。老奴已去过王爷那儿，王爷与王妃琴瑟和圆，端是激烈。不知小王爷这儿为何如此安静？可否需要老奴为您准备些丹药？该死，这老太婆竟然来听前脚了！需要帮忙吗？你知道怎么做？加急服务500两黄金，帮你把外头那位打发得明明白白。500两，你怎么不去抢？那你就自己去跟老太君解释吧。哎，就是不知道明儿一早满朝文武会怎么传。成交，给你500两。这不就对了？哎呀，王爷好厉害，女儿受不住了，王爷饶命呀！苏宁儿，你鬼叫什么？叫的也太假了。你也得配合，给我喘。什么声音？你心跳怎么这么快？谁心跳快了？本王那是累的。他走了，你赶紧出去吧。万一传出去，本王新婚之夜不在婚房，可怎么办？想留宿？行，再加500两，再加诬陷造成的精神损失费，共计800两。你这个财迷心窍的疯女人！哼，800就800，本王有的是钱。你打地铺？你让我堂堂王爷打地铺？说好的契约夫妻哦，1年后还要和离呢。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这么欺负，真是反了天了。看不出来，这冰山男凡这么给力，说好的禁欲系呢，简直是个索取无度的禽兽，老娘的腰啊！夫人，有封将军的加急信。我操，白婉儿提前回京了！亲爱的，我说差不多就行了，白月光马上就回来了，咱们得抓紧逃命。不行不行，我必须多带点，不然出了王府，咱们还怎么当衣食无忧的富婆？你们在干什么？夫君，你听妾身解释。妾身每每想起家乡父老连年大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妾身就心头难当，夜不能寐，这才想着把将军赏赐的细软变卖，接济乡亲。你也是为了接济穷人，你会这么好心？那是自然，不然王爷以为我昨夜为何如此？还不是听姐姐说了那些苦难百姓，我心如刀绞啊！既然是想接济灾民，为何不早说？来人，把夫人和小王妃桌上的包袱全收了，即刻派人快马加鞭送到乡下，全当是王府赈灾，一分也不许少。是。不要拿走我的钱，那是我的命啊！我的金元宝宝。怎么哭得更厉害了？妾身是一想到老乡们有救了，感动的哭了。我也是啊，这激动的泪水止不住的流啊！哭得如此真情实意，真没想到他竟有此等善心。收拾一下，今晚长公主府有家宴，老太君点名要你2人同去，注意别丢了王府脸面。要不是老太君非要我们夫妻同去，本王才懒得带。小说里这场宴会是顶级修罗场，女主白婉儿精彩亮相，俩兄弟对原配的恨意直接拉满。咱们这种炮灰角色还是赶紧溜吧，保命要紧。溜个大头鬼！咱们的跑路资金都被你家那位活阎王一锅端了，现在穷的叮当响，就算今晚是刀山火海，也得硬着头皮去。别忘了咱们可是自带 buff。你的意思是咱们手握剧本，到时候可以提前避坑？不仅要避坑，高风险高回报，我还得趁机再敲一笔大的。亲爱的，我可就全靠你了。灵宝，快看快看，这就是原著里的白月光，高级绿茶，就是他不停的作妖，害得俩男凡死不瞑目呢。哼，他最好别惹我。厉哥哥，轩哥哥，婉儿终于回来了，终于能见到你们了。婉儿，你一路舟车劳顿，怎么不在家多休息几日？婉儿思念两位哥哥，一刻也等不得了。这2位便是新入府的姐姐吧？你就是我的替身，眉眼的确有几分像我，能做个替身也是你的福气。替你奶奶个腿！苏姑娘，委屈你了。轩哥哥心里装的究竟是谁？
满京城都知道，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伤了身子就不值当了。搞得好像谁稀罕这二狗子似的。柔宝，我好气啊，我忍不了了。宁宝，那咱就不忍了，咱们今晚就走绿茶的路，让他无路可走。初次见面，妹妹给2位姐姐敬茶。来了来了，就是这里。白莲花用热茶烫元尸，软柿子原身居然连个屁都不敢放。哎呀，好大一只毒蚊蚊子！苏宁儿，你在闹什么？快给我儿道歉！这个蠢货，绿茶刚阴阳那么久，你都耳聋了是吗？小王爷息怒，宁儿妹妹真不是故意的呀！看这样蚊子，这个贱人竟敢打我！厉哥哥，婉儿，夫君。千错万错都是妾身的错，妾身只是怕那毒蚊子伤了姐姐的容貌，一时情急出手失了情状，妾身这般粗暴，误伤了姐姐，真是罪该万死。好，那我就装晕。厉哥哥最受不了我这般柔弱无助的模样。夫君，妾身自知身份卑微，惹了姐姐不快，罪无可恕。妾身活着也是惹人厌烦，不如死了算了。婉儿心思善良，自然不会跟你计较。还愣着干什么？立刻去请郎中。若夫人有闪失，提头来见。哥，这就走了？你等等我啊，哥！不是厉哥哥，玄哥哥！沈苏明儿，你们这2个贱人给我等着！一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夫君，我好了，没事了。当真，方才不是还气若游丝，站都站不。妾身现在真的无碍了。哎呀，夫君还是尽快回去看婉儿姑娘吧，她身边没个贴心人照顾，定是很需要你。反正老娘已经当众狠狠扇了她，仇也报了，爽也爽了，那朵盛世大白莲这会儿肯定气疯了。看你这样子想来，应该是体弱，你还是跟在我身边。我的乖乖，莫不是我的魅力不是演技征服了这位活阎王？万一你再晕倒在长公主府，有损我镇北王府的颜面。我还当是转性了，原来是怕我丢了你的面子。王爷说的是，既如此，我们便随便逛逛吧。周宝，这皇家就是阔气，宫灯竟然都镶着那么大颗的东珠，要是能扣2个带走，咱们的跑路资金也算是着落了。奇了怪了，沈大将军和小王爷不是最心疼婉儿姑娘吗？今日这2位爷怎么不去找她，反而一刻不离的跟着自家夫人？你傻呀！你也不瞧瞧那2位夫人，一个清雅脱俗，一个明艳动人，哪个都不比白婉儿差。那这么看来，她想进王府是没戏了。好一对狐妹子，我非让你们好看！切桌去。哇，我都多少年没看到这么多活生生的萤火虫了，这也太浪漫了吧！敢顶撞我家小姐，池塘水深，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去死吧！小乖乖别跑呀！我不会水，救命啊！完了，怎么把玄哥哥撞下去了？说是有个3长2短，我的王妃大计可就毁了一半了！我操，原剧本里没这出啊！别慌，我来救你。喂，沈璇，你醒醒啊！完了，没呼吸了，顾不上那么多了。你可千万别死！小王妃真乃女中豪杰，不仅临危不乱，竟还懂救人的法子。是啊，今日若没有小王妃在，小王爷怕是要凶多吉少。干得太漂亮，宁宝儿！可恶，怎么还让这死丫头出了风头？你救了我，怎么可能啊？怎么不可能？老娘在穿越前可是年年拿剑以为奖章的。就你小意思啦！宁儿虽贪财了些，但生死关头竟为我连命都不要。看来他本性专良，而且对我情根深重。先前是我误解他了。话说，我的金主爸爸可不能英年早逝。什么意思？救援费啊！你不会想赖账吧？500两。格局小了，小王爷。你的命难道就值区500两？至少得5000两黄金，少一个子，小心我现在就把你一脚踹回池塘喂王八哦！你这个见钱眼开的疯女人，本王的感动真是为了狗吗？玄哥哥，你没事吧？婉儿快要吓死了，
玄哥哥，婉儿刚才在后面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他自导自演的苦肉计，是他故意让丫鬟撞到你，然后再假惺惺的跳下去救你。什么？你为了5000里面，我的命都敢算计？奴婢翠竹，小王妃苏宁儿花重金买通了我，让我撞你下水。奴婢看着王爷落水，良心实在难安，才斗胆说出真相。林宝儿，我记得小说里他本来就是要白婉儿的幸福，我刚才看得起，我却撞错了人，结果现在贼喊捉贼，真不要脸。看来白莲花今天是铁了心要搞咱们，姐妹，咱可不能吃这个亏。干他！你说我花重金买通你，真是老太太钻被窝给爷整笑了。证据呢？字据呢？画押案的手印呢？你这上下嘴皮子一扒拉就敢在这满嘴喷粪，你出门前是把脑子落在公桶里忘洗了？你也不去满京城扫听扫听我是什么人？我可是出了名的貔貅转世铁公鸡成精，我连亲老公落水都要收5000两黄金的抢救费，我会舍得花真金白银去倒贴你这么个连撞人都能撞歪的蠢货？没看出来你这王妃嘴挺厉害。话说她真找你要5000两黄金？闭嘴！退1万步，我乃堂堂苏大学士的千金，皇上御赐的王妃，你一个低贱的才无凭无据就敢当众污蔑皇亲国戚，这可是要凌迟处死，诛九族，连祖坟都得给你刨出来扬了骨灰的死罪。是刨祖坟这么严重？哎呀，宁儿妹妹昨日才大婚，今日是头一回来长公主府，她上哪去认识你这么个面生的丫鬟？莫非你是受人指使，故意来栽赃陷害？同时招来，或许可以留你条狗命。大胆刁奴，想清楚了再说话。若是敢有半句虚言，家中父母老小可都要一起遭罪了。是我自己诬陷的，我狡猾撞了小王爷，怕被处死，才想栽赃给小王妃，我错了。敢在长公主府谋害本王，还敢攀咬当朝王妃，来人，拖下去，关入大牢，发配边疆。原著里这个翠竹作为帮凶，替他搞了不少幺蛾子，如今嘴皮子功夫就逼得他亲手断了自己一臂。哦耶，爽！长公主驾到！来人，把这2个不知死活的贱人给本宫拿下！我操，这是什么剧情？我看谁敢动她！咦，胡阎王为我出头啦？长公主，微臣的夫人究竟犯了何罪，竟让您动用私刑？夫人不过是个浑身泥巴味的乡下贱人，披上凤凰皮也掩不住那一身穷酸气。本宫今晚挂在外头的8宝宫灯，镶嵌的西域构品大东珠不翼而飞，就是他干的。启禀长公主，奴才带人搜查偏殿，在将军夫人的丫鬟处搜出了这颗失窃的东珠，人赃并获。苍天可见啊，我是真惦记那颗珠子来着，但不是有贼心没贼胆吗？这是哪个丧良心的给老娘扣屎盆子？老娘冤枉啊！柔宝，别怕，这趴轮到你了。小说这里白兰花就是用乡下贱民耍不干净这招栽赃坑死的原主。他大爷的！主子，奴婢冤枉啊！奴婢今晚跟着进府，方才实在是太困了，就在偏殿睡了会儿，奴婢都没睡醒，几位军爷就把奴婢抓住，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根本没见过什么东珠。敢栽赃老娘，看我怎么对付你！人赃并获，下人手脚不干净，如何能说是我夫人指使？长公主，您这府邸莫非是不顾我朝律例，全凭主观臆断的法外私藏？沈丽，你敢顶撞本宫，好大的胆子！我朝律法讲的是铁证如山，本将军相信夫人绝不会做出偷盗之事。今日你们若是拿不出半分确凿证据，还敢无端构陷伤她分毫，休怪本王不惜一切踏平长公主府。我操！这扑面而来的荷尔蒙压迫感是怎么回事？原著里他厌恶原主，任由原主就被扇耳光、丢金报是折磨。今晚这活阎王真被我绝美的演技给 PUA 了，反了天了！沈丽，你竟敢在天子脚下公然威胁本宫！本宫今日倒要看看你到底能不能在这京城一手遮天！来人，传本宫令，调萧启营禁卫军入府，把沈丽这个逆贼连同贱人一并拿下！要就没这剧情，是想玩大了！我操！萧七营都惊动了！今天这炮灰剧本是要当场大结局了吗？苍天鹅，一哥哥，你快别护着软柔姐姐了，姐姐见财起意也是人之常情，可这偷盗玉物是株连九族的死罪，为了她搭上整个王府，婉儿替哥哥心痛。塑料袋成精，真能装！这绿茶味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姐姐，你若是真爱丽哥哥，就该自觉向长公主领死，而不是躲在男人背后，拿整个镇北王府当你的替死鬼，逼我当场自裁。行啊，白婉儿，今儿老娘不把你这层绿茶皮扒下来当脚垫，都对不起我稳盘里存的那几百部宫斗剧。夫君，婉儿妹妹教训的对，妾身出身贫苦，没见过世面，可就是再穷，妾身也知道廉耻2个字怎么写。廉耻，赃物都在丫鬟身上搜出来了，你在这儿搞什么？我是说不起，
那就让你说。婉儿姑娘大晚上为何一个劲儿的守着别人的夫君哭天抢地？莫不是她吃相太难看了，反恶想上我？可不是嘛，他爹犯事被发配边疆，现在白家倒了，他急着找沈家兄弟接盘，所以巴不得原配夫人死。你这个满身泥巴味的乡下贱人，占了我的位置，如今人赃并获，还敢血口喷人！激将法撑不起我，这不就露出真面目了？李哥哥，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了你，为了王府，你快帮我说句公道话。确实有道理。听到没有？李哥哥心里只有我，你这个小贼死定了！我镇北王府家务事，何时轮到你出外人插嘴？李哥哥，牛逼呀，柔宝，把野生藏獒豹改成虎气狂魔了！呀呸，什么虎气？人家单纯在维护镇北王府的颜面而已。懂了，被迫营业。不过这也太顶了吧！长公主您瞧啊，李哥哥彻底被这狐妹子灌了迷魂汤，可见这女人心思深沉，日后王府清誉怕是保不住了。婉儿好怕哥哥执迷不悟。哼，沈丽，你色令智昏，既然为了一个贼人伤害婉儿，本宫今天偏要除掉这个女人。来人，拿下他们！废弃！圣上今早刚赐了本将军虎符特权，遇紧急异动，可先斩后奏，随意调兵。今日公主就算贵为皇亲国戚，也动不得我家夫人。别怕，你是我的夫人，就算天塌下来，本王也替你顶着。哇塞！哼，沈丽，你护得了他一时，护不了一世。偷盗御赐东珠是死罪，本宫明日早朝便上奏父皇，定要这手脚不干净的贱人就足陪葬。你也逃不了干系。将军，多谢你的维护，但柔儿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事影响了你与皇室的情谊。我阮柔一人做事一人当，今天既然有人想栽赃我，那我就必须亲自扒了他的皮，自证清白。将军不必再插手。竟有如此风骨，本王只当她是个柔弱女子，没想到骨子里竟有这般巾帼不让须眉的本事。长公主，柔儿听闻您府上的宫灯每年都会用西域百合香膏擦拭宝玉，是又如何？一旦遇水便会显出绿色。今晚碰过这颗东珠的人，手上必然会沾染香膏，拿水一试便知。是啊，要证明是不是小翠偷的很简单。小翠，手伸出来。大家看清楚了，小翠的手上什么都没有，可见真正的盗贼根本不是她，而是有人贼喊捉贼，趁着小翠熟睡之际，将东珠塞进她的怀里，企图一石二鸟，既偷了宝物，又嫁祸了镇北王府。原来如此，长公主，那就请这里的人都用水查验一番吧。便依了你。怎么会这样？这该死的乡巴佬怎么会知道西域香膏遇水变色的隐秘门道？好险想起原小说情节，躲过了一劫。原身在这里可是惨遭虐待，脸都被打成二维码。哎呀，夫君，此人长得好像不是我们中原人哎。本王要是没记错的话，这名侍卫是婉儿大费周章从塞外带进京城的贴身死忠。婉儿姑娘，你绕了这么一大圈，不惜盗窃长公主的御赐重宝，难道是要借长公主的手将我置于死地吗？吴相公，人家怕。婉儿，可有此事？李哥哥，婉儿没有，玄哥哥救我，你要相信我。这不关婉儿姑娘的事，是我一个人做的。我担心将军被狐媚女子蒙蔽双眼，这才出此下策。放肆！偷盗重宝污蔑本将夫人，拉下去，军法处置。哦耶，又干掉一个小怪。贱人，今天这笔账我一定会加倍讨回来。哇塞，长公主一大早派人送来这么多金银财宝盗窃，又发财了。那咱们是不是可以撤了？这王府是个高危陷阱，而且沈家兄弟昨天护的是王府脸面，可不是护我们。柔宝，你说的对，我们得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本王让厨房熬的百年老参燕窝汤，喝吧。昨晚你救了本王，本王怕下人说我刻薄对待恩人，可不是特意关心你。一闻就难喝的要命。王爷，您这哪是送药？怕不是公报私仇，想苦死我？不喝不喝。苏宁儿，这可是上好的百年老参，本王长这么大第一次亲自给人端药，你居然敢嫌弃！精神损失费以及良药苦口心灵抚慰金，呈汇白银500两。拿了钱，我保证一口绝不皱一下眉头。拿去。难道他对我没有一点点动心，一点点情分？
人全图我的钱。少爷，不好了，婉儿姑娘出事了！哎呀，那本王可要立刻去看婉儿了。苏宁儿，本王这就要走了，你就没什么想说的？王爷快去，注意安全，佛祖保佑，阿门。怎么感觉有些失落？玄哥哥，昨夜宴会散去后，婉儿在回府的暗巷里突遭几个黑衣刺客围攻，还放狠话，说如果婉儿以后再敢靠近玄哥哥一步，就要剥了我的皮。谁有这么大的胆子，竟然敢动你？婉儿不敢乱猜，可是那领头的刺客在临走前，身上不小心掉落了一项东西。是宁儿的，是他买通了刺客害你。趁现在狗男人去看他的白月光了，咱们赶紧从后门溜。这将军夫人谁爱当谁当，老娘要去过有钱有闲、男模成群的美好生活了。先走一步，外面等你。你这是做什么？苏宁儿，本王自问成婚以来，从未真正亏待过你，昨夜更是对你大为改观。可本王万万没想到，你竟然心狠手辣，买凶杀人！苏姐姐，你为何要派刺客围攻婉儿，甚至威胁要剥了我的皮？买凶杀人，剥皮？白姑娘，你是不是出门脑子被驴踢了？搁这跟老娘演科幻大片？胡言乱语些什么？这是刺客落下的，全京城谁不知道？这玉佩是苏学士送你的级别，全天下独此一份。又来，碰瓷抓上瘾了是吧？天天玩人赃并获，编剧不累，老娘都嫌戏路太窄。你还真是不带脑子出门。这块玉佩确实是我的，可它早丢了，肯定是你派人偷了我的玉佩，然后自导自演了一出苦肉计，故意嫁祸给我。玄哥哥，婉儿没有，我怎么可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苏姐姐分明是极度诚心，才如此血口喷人。本王听闻那名领头刺客的武功招式是苏家，不仅如此，刺客身上还带着你签字画押的5000两黄金雇佣合约，你连本王都敢勒索，为了除掉婉儿，你还有什么做不出来？你眼睛不要可以捐给需要的人，他说什么你信什么？他是自带 WiFi 自动连你脑回路了是吧？昨晚在长公主府贼喊捉贼的教训还没吃够，连伪造契约这种漏洞百出的招数你都信？你脑袋装的都是浆糊吗？反了！这泼妇竟敢辱骂本王！来人，将他押入柴房，听候发落。进了柴房，看我怎么折磨死你！沈璇，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抓我可以，但柴房一晚，住宿费、伙食费、名誉损失费，共计黄金1000两。回头记得让账房划到我账上。死到临头了，居然还不下了钱，带走！苏姐姐满身铜臭，粗鄙不堪，哥哥别气坏了身子。今天婉儿留下来陪你。不必，本王还有要事处理。玄哥哥，你以前从不拒绝婉儿的。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退下。是。立刻去查那伙黑衣人的底细，还有那块玉佩和雇佣契约到底是经了谁的手？就算掘地3尺，也要给本王查个水落石出。王爷不相信是小王妃干的。看宁儿的反应，本王也开始起疑了。就算真是他干的，只要他肯服个软，掉2滴眼泪求求本王，本王难道真会要他的命？这女人长了张嘴，光知道气人，贤妻不当，偏要当母老虎。去给老娘安排。是。沈璇，想不到吧？姑奶奶在这儿拿着你的钱吃香喝辣，敢关我禁闭，我气死你丫的！苏宁儿，你死到临头了。哟，前院的绿茶戏没演够，跑柴屋加戏来，贱人少嚣张！玄哥哥已经彻底厌弃你，他心里只有我，你识相的就赶紧滚出王府。行啊，那你让他马上写休书，
我拿了遣散费，立马走。你在这儿跟我狗叫什么？不知廉耻！玄哥哥说了，你这种毒妇不配做王妃，他特意命我不用留情，收拾掉你。我先用夹棍夹碎你的食指，看你还怎么买凶杀人。你说什么？沈璇那王八蛋让你对我动刑？当然，来人，给我上夹棍！沈璇，你个白眼狼！我昨晚救你一命，今天你为了白月光竟要废我的手。好，这得让老娘记下来。嘿嘿，这夹棍下去，十指临心，专治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王妃。您可忍着点疼，马上就断骨头喽！快点儿！白婉儿那个绿茶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夫人，您当心脚下，小心摔着，小心个屁！今天谁敢动我姐妹一根汗毛，老娘直接给他原地发丧送走！夫人跟往日大不一样了，这深厚的姐妹情啊！行啊，想废我的手，那姑奶奶就先给你们松松骨。跆拳道黑带2段了解一下，就你这老胳膊老腿，还敢在姑奶奶面前班门弄斧，真当自己是容嬷嬷转世了？小贱人，看家！看你奶奶的腿儿，敢动我姐，老娘今天把你这身老骨头拆下当柴烧！老妖婆拿个破木棍就敢作孽，人家容嬷嬷扎针好歹知道躲在暗处，你俩脑干缺失跑这儿找教训，我看你们五行缺揍。半截身子快入土，还搁这玩满清10大重刑，老娘今天给老骨头松松土，让你们体会下社会的毒打。两位祖宗饶命啊！别打了，都是白姑娘让我们干的。你们这两个疯女人，给我等着！死绿茶，你给我站住，别让她跑了！小王爷，您嘴上说着狠话，身体却很诚实嘛。这大半夜的，还亲自去给小王妃送烤鸭，谁让她爱吃呢？她毕竟是苏大学士的千金，真要是饿死在王府，本王没法向朝廷交代。本王这是顾全大局。沾了2个狗男人的白月光，指不准他们又要发什么疯。柔宝，快跑！好。苏宁儿，本王让你在柴房好好反省，你竟敢私自越狱，无法无天，是不是真以为本王治不了你？治我，沈璇，你这又当又立的大渣男，我今天算是彻底见识到你的狠毒了。怎么没看到姑奶奶半死不活的惨状？你是不是特失望啊？你胡说八道什么？本王好心好意怕你饿死，特地带了聚仙楼的烤鸭来看你。你不仅不领情，居然还骂本王狠毒。烤鸭，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你少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你以为你那些哄骗无知少女的渣男手段对老娘有用？告诉你，我可是千金之躯。我宣布，今日咱们就和离，不用等1年后。和离？苏宁儿，你休想！你犯了错不知悔改，还敢跟本王叫嚣！马上给本王滚回柴房去！然后让你顺理成章把我折磨死吗？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太好了，今晚能加餐了。完了，这下加餐泡汤了。柔宝，走，今晚我和你一起睡。王爷，属下查明了，前日遇刺是婉儿姑娘买通人干的，玉佩也是她派人偷的，而且今日她假传您的口谕，差点对小王妃用了私刑。什么？原来本王错怪宁儿了。王爷，白姑娘心思歹毒，属下要不要现在就将她拿下？罢了，儿时魏大哥饱受霸凌，他救过我们一命，恩情尚在，本王不能伤他，先派人盯死他吧。是。气死我了！沈璇果然跟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是个心狠手辣的大反派。今天竟让白莲花对我上夹棍，我必须和这狗男人和离。你那个好歹是名坏，我家的这个活阎王才可怕好吗？城府深的像马里亚纳海沟，到现在都还没暴露本性，8成是在憋什么大招，准备哪天半夜把我暗杀了做标本。好可怕！什么好可怕？妾身是说，没有王爷的夜，真的好可怕呀！王爷不是说出城去办要紧事，今夜不回来了吗？事情办完了。将军，您刚才在院子里跟副将分明说，事情哪怕烂在锅里，明早再办也行。今晚必须回来看夫人。就你长嘴了，出去！我操，
这么急着赶回来，他不是为了赶原小说剧情，寻机把我 KO 了吧？完了，小命休矣！苏宁儿，这是本王与夫人的卧榻，你是不是该回自己的院子了？姐妹不怕，我留下来保护你。就不回，我今晚要跟我家柔宝贴贴，将军委屈一下，去书房对付一宿吧。你来得正好，你就是这么当一家之主的，连自家夫人都管不住，任由他胡闹，跑来霸占我家夫人。大哥，你还有脸说？还不是因为你整日在外不懂得心疼人，这才让大嫂独守空房，拉着我夫人求安慰。你跟谁学的？竟开始没大没小了？好像跟你学的啊！苏宁儿，跟我回去。不回，渣男撤退！你个土匪，放我下来！柔宝，救命啊！宁宝，我来了！王爷，你这是要干嘛？夫人倒是说说，是苏宁儿重要，还是本将军重要？那自然是将军重要啦。既然如此，长夜漫漫，夫人是不是也该尽一尽妻子的义务？你今晚这火焰王究竟是想睡我，还是想杀我？喂，醒醒啊！昨晚还以为他要把我给咔嚓了，不过死能做个风流鬼，好像也值。喂，想什么呢？笑得这么荡漾。哎呀，我居然没死，太好了，宁宝，你也安然无恙。说来也是邪门，按原小说的死亡进度条，咱们昨晚就算不被点天灯，也得被折磨个半身不遂。结果沈璇那个大反派回去后，把我扔在床上，丢下一句：念在你是苏家千金，本王既往不咎就走了。懂了，是因为咱俩足智多谋、机智聪颖、可爱迷人，硬是把这破小说的炮灰线给改了。哇，亲亲宝贝，我们真棒。两位夫人，不好了，姚国母沈姨娘来了，还带着白婉儿小姐，她正在前厅把长辈的谱，让两位夫人赶紧去伺候呢。沈姨娘，原小说里没这个 NPC 登门搞事的戏份啊，看出来没？主线剧情杀不死咱们，开始强行空投反派搞事了。哼，这沈姨娘当年沈家兄弟落魄街头，她装死连个窝窝头都不给，现在人家发达了，她竟有脸跑来冲老佛爷，敢在咱们地盘上刷存在感，是时候把这极品老 baby 喷回新手村了。哟，这就是将军和小王爷娶的媳妇儿，瞧这风一吹就倒的病秧子样，一看就是块下不出蛋的盐碱地。咱们镇北王府的香火，指望你算是彻底断送了。哎呀，姨娘，您这眼神真毒。我是下不出蛋，毕竟我又不是老母鸡。倒是姨娘您年轻时接连生了6个，拼死拼活，至今仍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外室。没教养的乡野村妇，还有你，满眼算计。浑身铜臭，哪有点名门闺秀贤妻良母的样子？也就是沈璇心善，才没休了你这败家娘们儿。姨娘教训的是，我这人穷的只剩下钱了。哎呀，听说姨娘上个月典当了金镯子，你要是缺钱早说呀！我平时打赏下人掉在地上的碎银，随便一扫也够您吃半个月的，何必如此寒酸？他怎么知道我去当金镯子了？完了！你们两个不知尊卑的贱妇，你们果然连婉儿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要不是他爹被奸人构陷发配边疆，这镇北王府的当家主母，哪轮得到你们？姨娘息怒，厉哥哥和玄儿哥娶他们，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没错，沈丽手握重兵，是怕皇帝硬塞眼线，这才草草找了你这个贱民顶包。沈璇更不用说了，纯粹是为了和苏家联姻。不过既然现在你们在沈家的地盘，就得守沈家的规矩。阮柔，过来给我敬茶。没规矩的东西！心腹敬茶，须得双膝跪地，脊背挺直，茶盏高举过头顶，磕满3个响头。这少一个头，急了，水都是大逆不道，速跪下重敬。哎呀，姨娘，我这身子骨迎风倒，碰就疼，动不得，更跪不得呀。你是镇北王府的当家主母，连个茶都敬不了，成何体统？没办法，将军心疼我，特地吩咐我不用拘于各种理念，在这府里横着走都行。姨娘若是不满，大可去找将军议论。你拿将军压我，那你来。谁惯着你这个老登？想喝茶自己倒去。放肆！堂堂豪门千金，竟一点体面都不懂，苏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您还有脸提脸面？哪家体面人当小三？本以为能带球上位，结果熬到更年期都没转正，现在跑我面前摆长辈的谱，您配吗？苏娘，你怎么可以如此恶毒的折辱沈姨娘？你急什么？你不也是小三吗？明知道沈家兄弟都成亲了，还天天搁这发大水搞上位，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俩小三和小三组队开黑呢。姨娘，来人啊！杀人了！你说的没错，沈家果然进来了2个悍妇，这次我得帮沈家清理门户。
怎么了？丽儿、璇儿啊，你们娶的好媳妇，不仅不敬长辈，还满嘴污言秽语，这是要生生逼死我这把老骨头啊！竟有此事！夫君，方才府医回禀说姨娘脉象平稳，气血充盈，硬朗得很，应该没出什么事才对呀。哎呀，我这是心口绞痛的老毛病，一抽一抽的，府医那点三脚猫医术哪里查得出来？是吗？既然病情凶险，我这就拿父亲的腰牌进宫请太医院首座，来给姨娘施针放血，好好通通脉。不过若是刻意装病，怕是会被抓进大牢的。别，我歇会儿就好，不必惊动御医。姨娘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只要能把您的身子调理好，花多少钱柔儿和宁儿都心甘情愿。咱们就算拿百年老山参当饭吃，也得保您长命百岁不是？哼，这女人比我还能装。两位哥哥，姨娘毕竟是长辈，你们怎能只信两位姐姐的一面之词？就是这俩丫头方才简直……宁儿向来直言直语，若真有冲撞，想必姨娘这般深明大义的长辈，肚里能撑船，肯定不会计较。姨娘身子不爽利，王府人多嘈杂，不如即刻派马车送姨娘回去静养。哎呦，路途奔波，我这路上颠簸出个好歹，可怎么办？是啊，沈姨娘难得来一回，如今还体虚着，不如我留下来照顾吧。那便如此。这俩货在憋坏水呢，谁怕他们？开战！哼，两个无法无天的野丫头，害我装病被架在火上烤，这口恶气我绝不能咽下去。玄哥哥之所以护着苏宁儿，想必是因家族联姻做着表面功夫。可厉哥哥平日里冷得像块冰，亦如此疼惜软柔，定是被狐狸精灌了迷魂汤。既然他爱当狐狸精，那就想法子让他身败名裂。有了，姨娘，明日我们借口去城外汤泉庄子静养，到了那边，我定能让他清白尽毁，直接卷铺盖滚蛋。我这身子骨不爽利，难得两位侄媳妇有孝心，陪我来这汤泉去病气。跟我玩套路，温泉投毒捉奸，原小说这狗血桥段，老娘倒背如流。这云水汤院可是京城顶级的销金之地，以前厉哥哥和玄哥哥常带我来，这儿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都能认清。柔姐姐出身乡野，怕是连温泉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吧？待会儿可得紧紧跟在婉儿身后，千万别像土包子进城似的乱摸乱碰，闹了笑话，丢了镇北王府的体面。哎呀，多谢妹妹操心，夫君也是这么说的，怕我第一次来生疏受了委屈，特地吩咐人安排了一下。安排？这云水汤院的庄主眼高于顶，皇亲国戚都未必给脸色。况且厉哥哥向来不信用人情往来。讨民云水庄主率全体仆仆恭迎将军夫人大驾光临。将军已砸重金包下最高层、最奢华的贵妃池，池中铺满西域宫韵极品玫瑰，闲杂人等一律清场，只等夫人下榻。哎呀，夫君也真是的，都说了要低调，搞这么大排场干嘛？怎么样，婉儿妹妹既然常来，这贵妃池的阵仗肯定没少见吧？嘿呦喂，我还以为某人是这里的顶级贵宾呢，闹了半天也就是个泡普通池的散客呀。真替你觉得寒酸，要不我赏你2张搓澡券？你们让他们先得意一会儿，现在爬得有多高，待会儿摔得就有多惨。一想到阮柔马上就要变成人尽可夫的残花败柳，我这心里就痛快极了。好戏开场了。好家伙，烈性春药，这绿茶够下本的啊！阮柔，你就算被厉哥哥捧上天又怎样？过了今晚，你就是残花败柳。我可是特意为你找了18个粗壮的仆役呢，好好享受吧。还是你自己留着享受吧。宁宝干得漂亮！我操，18铜人阵送货上门了，快走，算算时间，沈丽他们也该来抓现行了。苏宁儿，你没缺胳膊少腿就好。若是出了事，本王可不好向苏文学士交代。哼，姑奶奶命硬得很，无需你来关心。你柔儿，我接到匿名飞鸽传书，说你有性命之忧。夫君，我没出事，只是我好像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怕怕的。谁敢欺负你？敢动我沈丽的夫人，就是与整个镇北王府为敌。没人欺负我，只是婉儿妹妹说她喜欢贵妃池，非要跟我换。我本想着成人之美，可没想到她进去后竟然叫了18个彪形大汉进去。什么？哎呀呀，场面那叫一个辣眼睛！我们俩清清白白的黄花大闺女，哪儿见过这种阵仗，吓得赶紧跑开了。哥，走，去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快来看啊，这个不知检点的白婉儿！你们这帮浪荡子，给我滚！全部给我滚！你疯了吗？快醒醒！是他，玄哥哥、厉哥哥，是阮柔这个贱人陷害我，给我下了药。白姑娘，你怎么可以血口喷人？什么血口喷人？我们婉儿冰清玉洁，平日里连大门都不迈，怎么会无缘无故招惹这些下贱胚子？肯定是你们这两个毒妇暗中买通了马夫，想要毁了他，好保住自己正妻的位子。是啊，这群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厉哥哥，婉儿没脸活了。不认识？刚才你一口一个哥哥叫的那叫一个千回百转，我看连人家身上有几块腹肌都摸得清清楚楚了吧？你胡说些什么？哥哥，你要替婉儿做主。既然你说我陷害你，那咱们就问问当事人。来人啊，把人带上来。说是谁花钱雇你们来这儿的？不说实话，镇北王立刻让你们人头落地。这是器具，白婉儿，这是你的自己。假的，这器具是假的。可器具上的丝印分明就是婉儿姑娘的。难不成这印章成精，自己长腿跑出来盖了个章？早知道婉儿姑娘喜欢这18壮汉贴身伺候的群英会，我直接出钱给你办个100人流水席得了，好过在这当了那啥还立牌坊。夫君，婉儿妹妹这爱好虽然狂野了些，但总归是她的自由。只是这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总不能说是这18位大哥无缘无故跑来的。哎，妹妹这般强悍的体魄，柔柔真是望尘莫及。极度诚信，举止放浪。从构陷宁儿到今日设局，他竟变得如此狠毒下作，我镇北王府容不下这等安杂事，我何尝不知？可是你忘了当年那场大雪吗？我们兄弟俩差点饿死，是他偷偷塞了半个馒头给咱们。救命之恩，重如泰山。这等女子名节的丑事若传出去，按律进猪笼，她必死无疑。罢了，全当还了当年的恩情。够了，休要再吵！今日之事，若有半个字传出这间屋子，本将定将你们千刀万剐，诛灭九族！滚！穿上衣服，跟我们走。厉哥哥、玄哥哥，婉儿就知道你们是信任我的。两位姐姐，你们费尽心思，又是下药又是找人，最后还不是没能动我分毫。瞧见没？就算搞出这种伤风败俗阵仗，王爷也照样原谅我们婉儿。哼，你俩正牌夫人算个屁，不过是王府的摆设。识相的赶紧把当家主母的对牌交出，不然自己买口棺材躺进去吧。我操，这俩狗男人脑干被僵尸吃了吧？柔宝，抓奸在床这种顶级死局都没搞死他，说明狗血剧情的力量还是太强大了。白莲花缓过这口气，绝对会把咱们挫骨扬灰。那化雪超度做成人棍的剧情，岂不是马上要来了？别怕，宝宝，我们还有彼此。竟被那2个贱人设计了，要不是我机智，拼死咬定是暗中陷害，今日便难逃此劫。出了这么大的丑事，兄弟俩非但没将你按律处置，反而把你带回客房，说明他们心里很是有你。可我都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厉哥哥和玄哥哥竟然不治那2个贱人的罪。姨娘，你不知道，以前哪怕我只是蹙蹙眉，掉2滴眼泪，他们连命都愿意给我，如今却眼睁睁看着我受辱。这高门大户的后宅，想拿捏心腹，有的是名正言顺的手段。一会儿晚膳，看我怎么用沈家的祖宗规矩扒下他们一层皮。谁
允许你们坐下的。镇北王府的规矩，长辈用膳，心腹需在旁势利不才，两个没教养的。哎呦喂，姨娘，您一个没名没分的远房庶出，真按王府规矩，只配在下人房里啃馒头。我堂堂御赐正妃让您做主位，你是给足了脸，您还敢让我伺候，也不怕折了您这把老骨头的手？你这不知尊卑的泼妇！小时候没爹没娘，没少受这姨娘的欺负，现在终于有人帮我收拾老妖婆了。沈轩，看看你的好媳妇。姨娘息怒，您儿在家里被苏大学士骄纵惯了，说话直了些，您多担待。你呢，也是个没规矩的。哎呀，妹妹不懂事，姨娘别气坏了身子。柔儿这就来伺候您。这道甲鱼配王八蛋汤是柔儿特意吩咐厨房熬的，最配姨娘和婉儿妹妹了，趁热喝哦。你少指桑骂槐，骂谁是王八蛋？哎呀，妹妹，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本草纲目有云，甲鱼乃滋阴潜阳之极品。妹妹今日显然是欲壑难停，虚火上炎。这王八最能败火驱邪，药理上与你简直天作之合。妹妹怎么不识好人心呢？丽儿，你听听，他这是嘲讽婉儿呢，你还不快管管？柔儿能根据病情对症下药，是费了心思的。姨娘身子虚，也多喝2口补补吧。对了，柔儿身子娇弱，布菜这等粗活让下人做即可。柔儿，坐下。多谢夫君疼爱。玄哥哥，人家想吃虾，你像以前那样剥给婉儿吃好不好吗？是啊，婉儿和玄儿青梅竹马，真是郎才女貌，最是心疼彼此了。谢谢玄哥哥，就知道哥哥最疼我了。苏大学士临行前千叮咛万嘱咐，让本王在外照顾好你这惹祸精。沾了你们青梅竹马酸臭味的虾，我怕吃了烂肠子。本王妃就是饿死，也绝不吃一口你剥的东西。你这不知好歹的女人，本王以后喂狗都不喂你了。哥哥别生气，宁儿姐姐性情骄纵不懂事，她嫌弃哥哥，婉儿不嫌弃。你剥的虾，婉儿吃呀。想吃自己剥去。厉哥哥，这鱼汤好烫哦，婉儿不敢喝，你能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帮婉儿吹一吹呀？哎呀，夫人怎么了？这鱼闻着好香，可是刺好多呀。妾身自幼手笨，万一卡破喉咙，一命呜呼了。胡言乱语，有本将在，阎王也带不走你。我这就帮你把刺挑干净。老天爷爷，将军一向大大咧咧，现在居然在帮夫人挑鱼刺，看来将军这是彻底沦陷了呀！照这样下去可不行，得尽快下手。婉儿，今日叫本王来有何事？玄哥哥，今夜月色真美，婉儿想起以前你我二人看星星看月亮婉儿，男女有别，请自重。你有话直说吧。这个时间节点正是原小说里沈璇对白月光爱得要死要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感情线果然没办法改了。算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玄哥哥，宁儿姐姐满眼都是钱，根本不爱你，只有婉儿才是真心对你的。宁儿，你听本王解释，不是你看到的这样。别解释，我不介意。你想纳她为妾是吗？行，拿1万两黄金出来，如有需要，我回府就把和离书签了，连夜给你们腾地方。你脑子里除了钱还有什么？本王在你眼里就这么一文不值，随时可以拱手让人。姐姐，玄哥哥是高高在上的王爷，你怎么能用这等充满铜气味的话羞辱他？你不配做王妃，我不配，难道你配？姑奶奶，我是皇上御赐八抬大轿抬进来的正妃，你一个罪臣之女，大半夜衣衫不整的勾引王爷，还要不要你这张白莲花的脸了？你打我，打的就是你。别忘了，你能不能进这王府的门，还得看我这个正妃同不同意。我若是不点头，你这辈子都只能是个见不得光的外室。既然姐姐容不下我，那婉儿的命给你就是了。等等，你要发什么疯？姐姐，你满意了吧？我操，有必要对自己下死手吗？不对，8成新剧情要来了。杀人了！来人啊！傅宁儿，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毒妇，我们婉儿处处忍让，你竟生生把人往死里逼！老妖婆，你眼瞎是吧？老娘碰都没碰她一下，是她自己发神经拿簪子捅自己，少在这沾包赖，还敢狡辩！若不是你咄咄逼人羞辱婉儿，我们婉儿那么柔弱善良的孩子，怎么会寻短见？你这毒妇用刀子嘴活活安了她的心呐！我骂她2句她就自杀，她天天惦记别人老公搞辞政的时候怎么不嫌委屈？自己心理素质差怪我了？我看她这就是坏事做尽，畏罪自杀。玄哥哥，没事，你千万别怪姐姐，是婉儿自觉福薄。玄儿，你是王府的半面天，得为婉儿评评理。看她这血流的，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这毒妇草菅人命吗？如今怎么闹了这一出？
此时婉儿受伤失诊，姨娘，事情究竟如何？之后再议。人命关天，我先带你去看郎中。慢着，请什么郎中？大半夜的，别浪费医疗资源。他若真死在这儿，你也脱不了干系。他死不了。大伙儿都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姐姐，你干什么？来，凑近了闻闻，鲜鲜的猪血，还带着一股子骚味。白婉儿，你腰里藏个血包，想假装自尽陷害我？婉儿，你竟用这种下作手段演戏！玄哥哥，你听婉儿解释，是姐姐平日里太凶悍，我才想出这蠢法子。婉儿只是想博取玄哥哥的一丝垂怜，却没想过真要害姐姐。哟，想博同情？那你自己回屋往身上抹猪血啊！跑我面前扎血包，还让这老妖婆扯着嗓子喊杀人了，这叫没想害我。你这毒妇，少咄咄逼人！这血虽然是假的，可我们婉儿受的委屈是真的。我一罪臣之女，无依无靠，不过是借着和两位哥哥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想来投奔讨个庇护。可姐姐却成天与我不对付。就是，婉儿要是不弄点假血装装可怜，早就被这毒妇逼出真血了。妙啊，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0杠5。明明是你们天天跟峨眉山的猴子一样来找茬，现在还搁这儿装受害者，老娘绝不让你们如愿。姐姐，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现下真要逼死婉儿才甘心吗？真被王府的颜面，够了！还嫌不够丢人吗？丢人？他往肚子上绑猪尿包害我的时候，怎么不嫌丢人？现在四周都是眼睛，此事先到此为止，我稍后自会处理。玄哥哥，就知道你心里有我。哎呀，哥哥，婉儿的头好晕呢，建议你多陪陪婉儿好不好？婉儿姑娘身子不适，还不赶紧把她扶回客房？是。哎呦喂，小王爷怎么不去守着你的好妹妹？闭嘴！你干嘛？大庭广众的，放开我！你不是说要讲鹤月精神吗？老太君派来盯梢的眼线就在看着呢。身为新婚夫妻，在人前怎么也得装出一副琴瑟和鸣的恩爱样。走，跟我回房。装恩爱可以，得另外加钱，一次500两黄金。行啊，那今晚本王若是要你在床上陪我装一整夜，你开个什么价？沈璇，你大爷的把我当什么人了？5万两黄金。好，成交。不过若敢动手动脚，就拿剪刀把你办了。柔宝，我又抱金兵了。宝，你怎么了？来人啊！快来人！你怎么来了？我是装的。你这演技可以拿奥斯卡影后了。昨晚沈姨娘特地让人给我送了碗汤补身子，我用银针一试，果然下了药。既然她想办我，我就趁机陪她玩玩。汤药已经被我收进了小瓷瓶，等着看好戏吧。昨夜军营里生了些变故，未能守着你，是为夫的不是。郎中呢？快给夫人看诊！哎呦，来泡个汤泉都能续了半条命，就这纸糊的晦气身子，也配占着将军夫人的位子？放心，我这药新奇的很，没人能查出病源。吃下去后会浑身开始起红疹，脸面溃烂，到时候将军定会把这丑八怪休了。多谢姨娘筹谋。夫人气血两亏，须得极品药膳日日调养。这天真拿极品药膳供着，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王府请了尊金身菩萨，这光喘气不干活的，活脱脱一个吞金兽啊！好险厉哥哥家大业大，换做普通人家，早被这富贵病吃得去当底裤了。唉，你们就这样对待病人吗？姨娘教训的是，柔儿确实不争气。好在柔儿听闻姨娘当年便是靠一手绝妙的药膳厨艺讨得老太君青眼。若姨娘疼惜晚辈，能否亲自下厨给柔儿做点吃食？若非柔儿这身子实在撑不住，万万不敢劳烦姨娘。那这调理之事便有劳姨娘受累。哎呀，从现在起，镇北王府当家主母的性命可就全捏在姨娘的锅铲上了。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本想毒害这小狐狸精，这下倒好，把自己坑成了她的专职老妈子。姨娘暂且忍耐，
是提前赏他吃顿断头饭，等他变成了丑八怪，看力哥可不将他扫地出门。既然将军信任，老身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定会好好给夫人调理身子。夫人想吃什么，尽管开口。是吗？那有劳姨娘。哎呀，太甜了，糊嗓子，吃不下。腥气太重了，炖的是人参还是海参啊？闻着头晕。丫丫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丫丫？太残忍了，端走端走。菜炒的太老，嚼着像啃树皮；排骨切的太丑，严重影响我心情。哎呀，白粥太白了，看着多不吉利呀！你存心消炎我是不是？姨娘这就受不住了。那晚您让我们姐妹俩试力布菜的时候，不也是想这般挑刺的吗？好啊，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你这黑心肝的贱妇，把长辈当烧火丫头使唤，就不怕遭天谴，背上忤逆不孝的罪名吗？哟，这会儿想起来自己是长辈了，谁家长辈老欺负小辈，做2顿饭就叫苦连天。你当年上赶着当外使的时候，那股死皮赖脸的劲儿哪儿去了？你敢骂我？骂你怎么了？沈大将军可是把我家宝托付给你了，若有个3长2短，看你这老妖婆怎么办？苍天啊！我不行了，老腰都要折了。婉儿，你快去厨房帮把手吧。哎呀，姨娘，婉儿自有手办，大葱和砧板都分清，就不去厨房给您添乱了。婉儿先告退了。姨娘在厨房熏了大半天，定是渴坏了吧？喝口茶润润嗓子吧。哎呀，姨娘真是海量。柔宝，这特调的美容茶很快就能看见疗效了。什么美容茶？你们给我喝了什么？也没什么，就是您昨晚特意派人送来，加了毁容猛药的那碗十全大补汤啊。姨娘觉得滋味如何？你们这2个毒妇竟暗算我！这叫用魔法打败魔法。这毁容烂脸的猛药可是您自己花大价钱弄来的，我们连个渣都没舍得喝，一滴不剩全孝敬您了。主打一个尊老爱幼，回旋镖扎自己脑门上，纯属活该。姨娘有空在这跳脚，不如赶紧回去挑个厚实点的面纱。我的脸，既然我的脸毁了，那你们也别想好过！心如蛇蝎的贱人，这就跟你拼了！呀呵，给你脸了是不是？柔宝，小心！姨娘，您为何要置我于死地？救命！小贱人，明知故问，今天就掐死你这祸水，送你下地狱！哎呀，姨娘使不得呀，杀人犯法，要吃牢饭的呀！放肆！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本将军的夫人？柔儿，怎么样？夫君，晚一步，柔儿就见不到你了。将军明鉴，分明是这毒妇下毒害我，方才还举着椅子要砸死我。这倒打一耙的本事，比您做饭的本事还精湛呢。将军，您再晚来一步，柔宝就交代在这儿。沈姨娘打着做药膳的幌子，端来的不是齁死人的糖水，就是腥气熏天的刺皮。柔宝实在咽不下去，他就恼羞成怒，要杀人灭口。真有此事？回将军，沈姨娘今日在厨房边做饭边摔摔打打，诅咒夫人不得好死，早已动了杀心。你这下作东西，嚼什么舌根？事情并非如此，奴婢据是实言，过路者皆可作证。将军别怪姨娘，都是柔儿身子不争气，惹她老人家心烦。若我死了能让姨娘消气，那便怪我命薄吧。柔儿，你就是太善良了。本将军今日可是亲眼看见他行的凶。就是，今日他敢掐脖子，明日就敢下毒害你，这家里今后还能有咱们的活路吗？本姨娘，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解释的？我是被这2个……怎么回事？喉咙哑了，身子也僵了，难道药效发作了？罢了，念在你是长辈，本将留你一条狗命。来人，把这疯妇给我丢出庄子，从此沈家再无此人。老妖婆终于被咱们打跑了，白婉儿现在肯定气得脸都绿了。他俩凑一块儿，简直绝代双坑，一个倚老卖老，一个装柔弱作妖。宝儿，你说那朵盛世大白莲，这会儿会不会正躲在犄角旮旯里憋着坏水，想再怎么坑咱俩？就他那核桃揉大的脑容量，还想跟咱们玩宅斗？呀呸！贱人！沈姨娘那个废物虽然指望不上，但
算是今天我自有法子，让这温泉池变成你们的乱葬岗。手宝，这水怎么突然跟针扎似的，好疼！我操，宁宝，你身上是什么鬼东西？水里被加料了，快撤！夫人，长公主突然驾临庄子，现在正在前厅，让所有人去接驾。靠，绝对是白婉儿搞的鬼！我想起这段情节了。死绿茶，原来是在这儿憋着大招等我们。婉儿，你推荐的这地方不错，就是本宫刚到，怎么觉得头晕胸闷，浑身不自在？公主千金之躯，岂是这温泉正在帮您排毒呢？参见长公主。哎呀，宁儿姐姐，屋里这么热，你怎么还捂着？天哪！你身上这是什么？这是婉儿是梦魇里索命厉鬼的印记。当年清虚道长说过，遇死红纹者便是本宫的命中克星，会吸干本宫的气运。难怪姐姐平日里行事乖张，原来是个冲撞凤体的不祥之物。来人，把这克我的妖女就地打死！宁儿乃是当朝苏大学士的千金，更是皇上御赐的镇北小王妃。即便她真有冲撞凤体的意义，也该交由宗人府。若草菅人命，公主拿什么堵满朝文武的悠悠众口？沈璇，你竟敢拿皇上来压本宫！你没看见本宫已经被这妖孽冲撞的头晕目眩、凤体难支了吗？沈璇今天吃错药了，不仅没把我这当垫背的推出去送死，还敢为了我跟皇家硬刚？我才不是什么妖孽！这红纹片刻前才出现，想必是有人故意害我。姐姐，事到如今你还要连累玄哥哥吗？你身上煞气通天，惹得公主犯病，明明就是不祥之兆。宁儿前脚在贵妃池被人下药起一身红纹，你后脚就跑来长公主这儿装乖卖强。这温泉庄子可是你极力推荐的，今日之事怕就是你做的局。阮柔，你为了包庇妖孽，竟敢如此，血口喷人！长公主明鉴，婉儿冤枉！不是你还会有谁？不要脸的白莲花也敢提冤枉！够了，不要再次狡辩！本宫的胸口痛杀我也跑！天哪，公主，大家快看，宁儿姐姐的妖孽在吸公主的命，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把她拿下！惜命，这分明是毒气攻心。长公主，您现在是不是觉得五脏六腑像被烈火烹油，连呼吸都带着极重的血腥味？今天有人想借您的手杀我，我偏不如他的愿，我能解这毒。一派胡言！公主千金之躯，怎能让你这沾染妖邪的贱人碰？你分明是想借解毒之名，趁机施政，彻底害死公主。禁卫军，动手！不能让他靠近公主半步。长公主命悬一线，太医从宫里赶过来，黄花菜都凉了。宁儿能救命，你却在这像疯狗一样死咬着阻止。怎么，巴不得长公主咽气，好让你这下毒的真凶死无对证是吧？血口喷人，不是怕苏宁儿，谋害凤体。长公主若是有个三长两短，第一个该陪葬的就是你这个极力阻拦救人的毒妇。苏宁儿若是治不好长公主，本王今日就退了这身亲王蟒袍，拿项上人头给她做保。我看现在谁敢再拦？咦，沈璇现在好像有点帅哎！啊呸，正事要紧。柔宝，你还记得原文里这毒的解法吧？用甘水。甘水？这么劲爆的吗？这可是长公主，真泼下去救不活咱俩可是要被诛九族的，这雷太大了！这西域奇毒，只有污秽发酵之物能催吐解毒，横竖都是死，只能铤而走险。公主殿下，现下唯有这甘水才能治疗您。苏宁儿，你这疯妇！公主千金之躯，你竟敢拿这等污秽之物靠近，这可是大逆不道的死罪！大胆！本宫乃金枝玉叶，你若敢碰本宫，本宫诛你十族！公主殿下，宁儿深知这是死罪，但毒入心脉，再不催吐，大罗神仙来了也难救。今日宁儿愿以命抵命，纵使事后被千刀万剐，也得先保住您的命。长公主毒发神智不清，定会挣扎抗拒，你们摁住她，晚一步全完了。微臣冒死僭越，事后任凭公主发落，绝无怨言。得罪了公主，我娘子若治不好您，本王今日就跟她一起陪葬。给我安起来！苏宁儿，你这毒妇！长公主被你泼得快咽气了，你竟敢用这种下三滥的脏水弑君，简直死有余辜！来人，还不把这谋逆的妖女拿下！
怎么会这样？难道剂量不够？急什么？太医失针还得等一炷香呢。这肝水催吐，难道不许他在肚子里多转2圈发威吗？发威！我看你们就是拖延时间想跑。玄哥哥，你睁大眼睛看看，你还要护着这杀人犯吗？把他给本宫杀了！我看今天谁敢动宁儿！玄哥哥，你还包庇他？这对乡野村妇就是看不得长公主千金之体，故意借解毒之名行报复之实。今天我就替天行道！本宫心口居然不痛了。大家看清楚了，这是西域的嗜血残香蛊。这种蛊虫遇血则活，遇到极度污秽发酵之物才会破体而出。哎，话说这汤泉重地，怎会有这等阴毒之物呀？这失血蛊可是西域特产，好巧不巧，这庄子里怕是只有婉儿姑娘对西域熟悉吧？那又如何？这庄子里的一草一木，所有物状，可都是云水庄主亲自备下的，定是他收了敌国刺客的黑钱，在方才的茶水里下蛊谋害长公主。传云水庄主，公主饶命！草民祖祖辈辈忠心爱国，怎么会勾结外敌残害公主？还敢狡辩！庄中一切都需经你安排，不是你还有谁？此人包藏祸心，必须立刻打入死牢，大刑伺候，不怕他不招。拖下去，大刑伺候。慢着，长公主，屈打成招算什么本事？这黑锅庄主背不了。别以为你方才救了我就可以造次，宁儿不敢。但长公主有所不知，这嗜血蛊若要苏醒，单下在水里没用，必须要辅以西域独有的隐虫香作为药引。庄主一介布衣，上哪儿弄这奇香？你在这故弄玄虚什么？我故弄玄虚？敢问婉儿妹妹，袖里这股子甜腻刺鼻的味道是从哪儿来的？长公主，搜她的身！不行，我乃清白女儿家，怎能当众受这等搜身的奇耻大辱？姐姐这般咄咄逼人，分明是存心羞辱我。哟，刚才举刀砍我的时候力拔山兮气盖世，现在搜个身就清白不保了？我看你是怕搜枪囊吧？看他这样子，分明就是做贼心虚。好，既然姐姐们苦苦相逼，婉儿便让你们搜，以证清白。回公主，这并非什么隐虫香，此乃一味极其罕见的西域香，专治皮肤恶疾红斑。看你能奈我何？他对偏门毒物这般熟悉，好险刚才趁乱把隐虫香换了。这款香极为珍贵，能解百毒。方才我确实是担心公主安危急红了眼，才对姐姐拔刀相向。为了将功折罪，婉儿愿用这圣品替姐姐解了身上的红纹。这绿茶婊能有这么好戏？黄鼠狼给鸡拜年，死白莲不知道又要演什么剧情了。好孩子，你受了天大的委屈，还能以德报怨。方才为了本宫，更是奋不顾身，真乃名门闺秀之典范。你想要什么赏赐，尽管说来。婉儿家道中落，别无所求，能在两位哥哥身边端茶倒水，报答恩情便知足了。那本宫今日就替你做主，赐封昭雪县主。即日起，你便以县主之尊，名正言顺的长居镇北王府。我看往后哪个不长眼的泼妇还敢给你脸色看？长公主三思，镇北王府规矩森严，内院已有主母当家，便断没有平白塞个外姓县主乱了规矩的道理。放肆！本宫金口玉言，难道你要抗旨不成？此事就这么定了。两位姐姐听到了，从今往后，我便是正二品昭雪县主。按律例，见了我这有品阶的，可是要行跪拜大礼的，还不跪下？哟，拿个破香囊搁这装好人骗来的封赏，你还真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可不是嘛，乌鸦插上几根翎毛就把自己当凤凰了，想让我们下跪，我只怕你这八字太轻，受不起。哎呀，两位姐姐嘴巴好生厉害，半点都容不下婉儿。两个死贱人，来日方长，咱们走着瞧。说是集市香烧，搞了半天是办升职庆功宴啊！这显眼包当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吃上了皇粮，还故意骗咱们穿便装过来，感情是拿咱俩当绿叶背景板，好衬托他这朵人间富贵花啊！哎呀，婉儿，你这宴席好是好，可怎么突然飘来了一股子馊猪草味儿？婉儿心也太善了，连阮家村喂猪的村姑都放进来，就是污了咱们这些皇亲贵胄的眼。可不是嘛，瞧他那副穷酸打扮，头上连根像样的珠钗都没有，不知道的还以为将军府穷得揭不开锅了呢，多看一眼我都嫌倒胃口。他不过空有个正妻名分罢了，
谁不知道将军娶她是因与我有几分相似？唉，我要是他，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哪还有脸出来脏大家的眼？白婉儿，你再说一句试试！姐姐，你要做什么？哎呀，手姐姐对不住了。若是姐姐没带别的衣裳，不如先穿我府上丫鬟的旧衣应付一下，免得在这儿丢了王府的体面。丫鬟的衣服配她这村姑倒是绝配，还不赶紧滚下去换！你要干嘛？一身穷乡僻壤的戾气，被戳穿了痛处就想拿刀子耍横，果然是上不得台面的泼妇！你别过来！瞧把诸位妹妹吓的，穿丫鬟的衣服，不好意思，就算是块破布，经了我的手，也能裁成京城绝无仅有的独一款。开什么玩笑！在现代，老娘好歹也是小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改个裙子还不是有手就行？这简直有伤风化！正经人家谁会穿成这样？果然是个不知廉耻、满身妖气的狐妹子。姐姐别急着跳脚啊，有闲心操心我，不如先操心操心你那张脸，盖了有大半街水粉吧？不知道的还以为刚从面缸里爬出来呢。胡说八道些什么？我这可是京城最贵的珍珠粉。你手中拿来的什么鬼东西？你要干嘛？别过来！你是不是想毁我的容？这叫无瑕底妆，专门拯救你这种月球表面。拿镜子看看，包你脱胎换骨。天哪，儿竟然全没了！我的脸，柔夫人，您这是什么神仙秘方？卖我一瓶，我出100两黄金。柔夫人，也帮我看看吧，我这黑眼圈能救吗？柔夫人，我这脸颊有细纹了，你看怎么弄？你们都疯了吗？他就是个乡下骗子！你别挡道，我们正请教柔夫人朱颜术呢。就是，没看咱们正忙着吗？起开！哎呀，婉儿县主落水了，快来人呀！不用管她，池子又不深，淹不死。夫人您快看看，我这圆脸怎么才能显得精巧些？还有我，我想要夫人这种清晰的下颌线。大家不急，排好队慢慢来。我堂堂正二品县主，竟然比不过他一盒破脂粉。这些京城贵女向来眼高于顶，平日里最是难缠，今日竟全为这软柔马首是瞻。沈将军好福气，娶了柔夫人这般蕙质兰心的主母，可不是？柔夫人简直是咱们京城女子的救星呢。婉儿，你这是怎么了？堂堂县主竟浑身恶臭，衣衫不整的站在这里。李哥哥，是软柔，是他施了妖法蛊惑大家，还故意推我下水的。白婉儿，别胡说了，分明是你自己没站稳掉下去的。方才你嫉妒柔夫人，还故意往她身上泼红酒，弄坏了她的衣裙，大伙儿可都看着呢。大家别这么说，婉儿妹妹刚得了县主之位，心里欢喜，难免行事急躁了些。那杯酒定是妹妹手滑。至于这落水，若我刚才反应快些拉住妹妹，妹妹就不会受这等苦了。夫君，你千万别怪妹妹，要怪就怪柔儿吧。柔夫人真是大度，被人泼了衣裳，还处处替人着想，这才是真正的当家主母风范啊！反观某些人，小肚鸡肠还倒打一耙，真是高下立判。联合起来欺负李哥哥，你要把我评评理啊！哎呦喂，大家伙的眼睛可是雪亮的，沈大将军英明神武，可不会被某些人装可怜的把戏给糊弄了去。来人，将婉儿姑娘带下去整理衣物。贱人，你夺我宠爱，抢我风头，我白婉儿发誓，定要将你扒皮抽筋。这旺铺送你。既然那些贵女喜欢你捣鼓的奇技药化，你便拿去折腾吧。多谢夫君厚爱，柔儿定当谨言慎行，将铺子打理妥当，绝不辜负夫君这番扶持之恩。本将还有军务，先走了。宁宝，我们牛逼了！我的天，京城黄金地段的商铺说送就送。柔宝，这黄毛王绝对是爱上你了，他刚才看你的眼神，拉的丝都能织毛衣了。爱个锤子！他这叫花钱盘人脉，未来借着那些富太太们的手，维护镇北王府的交际圈。再说了，男人的真心就像路边的狗尾巴草，风一吹就倒，哪有搞钱来的实在？人间清醒啊，我的宝！以后呢，你负责服装设计和美妆研发，我来搞营销。咱们姐妹联手做大做强，等赚够了，一脚踹了这俩狗男人，去江南买10个8个小鲜肉，成交。贱人，我看你这铺子能开几天！
小姐。我的脸好痛啊！天哪，我也烂脸了！师粉里有毒，店主要故意坑死咱们！柔宝，怎么办？咱们被人下黑手了！你这毒妇毁我容貌，我要拉你去见官，让你把牢底坐穿！你敢欺负我家柔宝试试？事情还没查清楚，少在这血口喷人！宁宝，这味道不对，面霜里是被人掺了湿茅草。哎呦，这可是西域奇毒复骨散，中了便会全脸溃了。原来这里的人管剑丝草叫复骨散。唉，没有独门解药的话，只怕张小姐这项目千金的脸要彻底烂透了。可惜了将军下血本盘的铺子，今世要关门大吉了。怎么回事？天子脚下竟敢聚众闹事！小王爷来的正好，这黑店卖毒药毁了我的脸，今日绝不能包庇他，必须送官府查办。玄哥哥，柔姐姐兴许只是一时贪财疏忽，用了劣质香料，这下可好，连累了整个王府的名声。等等，婉儿姑娘，你刚才一进屋就说面霜里被下了西域奇毒复骨散，你如何知道的？我早年在西域待过，闻出味道不行吗？可是它气味极淡，只有凑到鼻尖才能闻出一草腥味。你站了8丈远，难道长了狗鼻子？白婉儿，其实下毒的就是你吧？复骨散研磨入药，必定会留下大量残渣。白婉儿，你敢不敢让小王爷现在去搜你的院子，看看有没有尚未来得及销毁的药渣？来人，去搜！禀王爷，这包制马草的药渣是从春花的房里搜出来的。什么？不是婉儿！孽畜！你竟敢背着我陷害当家主母！好险我留了一手，是在春花房里研磨的草药，就算查也查不到我头上。玄哥哥，春花肯定是看不惯两位姐姐平时欺辱我，这才擅作主张去弄了这药液。哇哦，你这弃兵保帅，甩锅下人的手速，不去天桥底下变戏法，真是屈才。是啊，婉儿妹妹，你家丫鬟不仅懂西域奇草，还刚好能弄到货，这人脉比你这正二品县主还广呢。要不这县主让他来当。玄哥哥，婉儿平时待下人宽厚，哪防得住身边人包藏火系？姐姐们不分青红皂白就往婉儿身上泼脏水，婉儿真的好害怕。少搁这儿硬凹柔弱小白花人设了。妹妹刚才进门看我们笑话的时候，那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就是，现在看翻车了就开眼，要哭麻烦挤2滴真眼泪出来。干嚎了半天，眼底比我月底的钱袋子还要干。你这绿茶段位怎么还降级了？你弟弟的卖身契还在我手里，该怎么说你自己掂量。王爷明鉴，是奴婢一人所为，奴婢气不过夫人欺凌县主，这才偷偷去黑市买了细茅草，暗中动手脚，求王爷重罚。来人，把这丫鬟押送京兆尹，按律严办。是。抓个丫鬟有什么用？贱人，我的脸要是留了疤，相府绝对要掀了你这破店，让你拿命来赔。张大小姐别慌，你中的毒来自荨麻草，它枝叶上布满刺毛，沾上皮肤会释放大量乙酸，这才起了可怖的红疹。什么酸？那我的脸还能要吗？你快给我解药！小翠，去后院打盆浓皂水，再切2块新鲜去皮的芦荟来。皂水能中和乙欢毒素，再加上芦荟镇静消炎。张小姐，你现在照照镜子。神啊！真的全消了，不仅没留疤，这芦荟敷完脸还水当当的。柔夫人，您真是华佗在世。柔夫人不仅人美心善，还懂这等神奇医理。咱们以后买脂粉只认玉颜阁。甩柔、苏宁儿，算你们今日运气好，暂且让你们得意一时。生意太火爆了，照这势头，咱们玉颜阁妥妥的京城顶流。开店搞钱，可比回府应付白婉儿那朵奇葩舒服多了。是啊，天天宅斗，累死老娘了。娘娘驾到！贵妃娘娘，这便是婉儿跟您提起的玉颜阁。2位姐姐不仅脂粉做得好，制衣的手艺更是京城一绝。姐姐，还不快把你们那件镇店之宝拿出来给娘娘长长眼？
这死白脸怎么把贵妃咬来了？绝对没憋好屁。娘娘凤驾光临，是草民的福气。小翠，快去取本殿的镇店至宝浮光云锦。这料子如水波流转，剪裁更是别致，本宫甚是喜欢。哎呀，娘娘当心，万万不可触碰这件衣物！大胆，竟敢缝制禁忌秽物，蓄意冲撞皇室！你们好大的胆子！娘娘明鉴，臣女万万没想到两位姐姐竟如此胆大妄为，敢用禁忌之术祸乱宫闱，冲撞皇族，这是株连满门的重罪啊！来人，将阮柔、苏宁儿拿下，即刻打入死牢，彻查死罪。慢着，娘娘，办案要讲究证据，仅凭一面之词和一件衣物就想定我们死罪，未免太过武断。是啊，娘娘息怒，不妨细看这符咒的针脚走线。我玉颜阁的高定全系独创的无缝隐形包边工艺，走线细密规整。这燕圣符咒的针脚粗糙歪斜，走线杂乱，分明是有人强行拆开原衣内衬，事后仓促狗尾续麻缝上去的。拿这种粗制滥造的玩意儿来栽赃，简直是侮辱我的手艺。针脚确实新旧不一，拙劣得很。不仅如此，娘娘，这件衣服其实另有玄机。小翠，端火盆来。是。大家看好了。天哪，这也太惊艳了！从未见过这般绝妙工艺。此乃独门温变引花工艺，遇热显纹，纹样为百鸟朝凤，寓意母仪天下，国运昌荣。我二人潜心制衣，祈福纳祥，又怎会行诅咒作祟的阴邪之事？更何况镇店之宝极少外失，我二人无从预知娘娘驾临，绝无提前布局害人的道理。娘娘请看，这绣符咒用的黑红金线，好巧不巧，跟它香囊上的流苏，无论是材质还是色泽，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不过是相似的线材，市面上随处可见，你休想栽赃我！随处可见，这线里掺了专属的西域金箔，寻常商家根本无缘购入。满京城除了你这位刚从边疆回来的县主，平头百姓上哪去买？白婉儿，你刻意引导娘娘前来构陷我们，结果反手把自己的底牌漏了，百密一疏，现在铁证如山，你还想抵赖？这衣服一直封存在你们库房，如今单凭一根线碎便想定我的罪，分明是你们暗藏污骨，事发之后栽赃嫁祸。娘娘明鉴，他们狡辩抵赖，我独脱罪。狡辩抵赖也是，成衣入库封存后，从未对外流转，能偷偷拆开内衬，暗中补绣符咒的，只可能是能近身接触衣物，自由出入库房的本店自己人。今日咱们当众彻查，来人，传负责整理的侍女阿桃。这件衣裙上的燕圣巫蛊纹路，是不是你所为？从实招来，胆敢隐瞒，本宫立刻治你的罪，株连九族。娘娘饶命！前些日子有个蒙面女子拿重金收买奴婢，奴婢一时糊涂，才偷偷拆了衣摆绣上那道符咒，此人便是婉儿姑娘。一派胡言，休得胡乱攀咬，谁能证明是我指使于你？分明是你配合他们演戏栽赃我。你急着开口打断，是心虚了。娘娘，那人虽全程蒙面遮脸，刻意隐藏身形，可他独特的声线、说话的腔调，人民听得一清二楚，和眼前这位婉儿姑娘万分相似。如今有了人证，再加上你独有的西域贡品金箔绣线作为物证，白婉儿，你还要如何狡辩？贱人，你竟敢拿本宫做福子，排除异己！娘娘饶命！娘娘息怒，她是长公主信封的县主，严惩，恐伤皇室颜面。罚你俸银3年，禁足王府抄写，女戒1000遍，无旨不得出府半步。今日之事委屈你们二人了，你们心性坦荡，自证清白，实属难得。承蒙娘娘公正明断，还我们清白。这玉颜阁工艺独到，本宫算亲眼见证，往后大可安心。之前的谣言全是恶意抹黑，这玉颜阁实打实的良心，以后只认这一家。对啊，娘娘盖仓认证的，手艺人品绝对靠谱。老太君已然苏醒，你我在外在内，必须维持好恩爱夫妻的模样。老太君醒了，这5万两黄金是你赔演的酬劳。多谢啦。如今我玉颜阁生意红火，本王妃今日更是心情畅快，便给王爷酌情减免几分，算作特惠之恩。他今日倒是格外体恤我，索要神圣，当真待我极好。我看你是彻底栽在苏宁儿手里，沉溺温柔乡。他要是温柔，母猪都能上树了。哼！话说哥，你素来节俭自制，怎么突然送了嫂子那么贵的铺子？我为自家夫人花钱，心甘情愿，理所应当。之前谁说娶妻只是为了挡皇上的赐婚？这脸打得响不响？
启禀二位王爷、二位夫人，老太君醒转，传唤众人即刻入内相见。老太君，您可算醒了，真是老天保佑！我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他怎么也舔着脸来了？老太君出行须见何家和睦，待此事了结，便遣他离府。自打婉儿入府，老太君身子便日渐好转，今日更是大安了。可见婉儿姑娘旺宅旺府，哪像某些刚进门的，满身铜臭穷酸气，尽招些晦气事。好孩子，过来。老太君，您可算醒了。你走开！老婆子我一见到这两个孩子，心里便舒坦欢喜。来啊！老太君安好。听说你们俩在外头把铺子打理得风生水起，是个能挑大梁的。老婆子决定即日起将王府的掌家对牌和所有库房钥匙全交给柔儿和宁儿。老太君不可，他们抛头露面，沾满铜臭，哪有资格管家？再说了，这王府的中府向来该由长辈持重代管。姨娘不过是个借住的客，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插手我镇北王府的内务了？柔儿是我明媒正娶的正妻，这权她当之无愧。大哥说的是，宁儿虽性子直，但在外能独当一面，内宅自然也能打理妥当，就不劳姨娘操心了。玄哥哥、厉哥哥，姨娘也是为了王府的清誉着想。两位姐姐成天流连市井，连晨昏定喜的规矩都废了，心思根本不在夫君和王府上。若是让他们当家，外边指不定怎么笑话咱们王府呢。妹妹这话真有意思，我们赚的真金白银给王府长了脸面，怎么到你嘴里就成笑话了？总比某些人吃王府的喝王府的，还整天想着鸠占鹊巢要强吧？哼，姐姐，婉儿只是恪守女责，好心规劝几句，姐姐怎能用这等诛心之言来折辱婉儿？都给我闭嘴！我这把老骨头还没死呢，轮不到你们来教我做事。柔儿、宁儿是我认定的孙媳妇儿，这家他们当定了，谁再敢嚼半句舌根，直接卷铺盖给我滚出王府！哎呦，婉儿这是怎么了？快叫府医来瞧瞧！恭喜老太君，恭喜小王爷，这脉象如珠走玉盘，已有1月余的喜脉。荒谬！本王自问待婉儿如胞妹，从未有过半点逾矩之举，何来喜脉？来之前我就吃了黑市的假孕药，今天就是要趁着老太君苏醒，当着全家把怀孕的雷爆出来，坐实了这肚子，我在沈家便是立足了。别又在这里演戏了。玄哥哥，那夜我遇刺受惊，哥哥来房中探我，我们喝了安神酒后，哥哥便有些意乱情迷，婉儿本想隐瞒，可如今有了骨肉，既然有了子嗣，这管家大权怎能落入外人手里？老太君，为了保住沈家的长子嫡孙，必须立刻抬婉儿做平妻，做掌家夫人养胎。1月余，你遇刺那晚，本王前后待了不到半盏茶的功夫，连你的衣角都没碰到，你是怎么怀上的？玄哥哥，你竟然都忘了！哎呦，我的肚子！不好了，婉儿动了胎气，快送回房里！柔宝，你说万一白婉儿真怀了沈璇的孩子呢？你傻呀！白婉儿那就是在故意演戏，这分明是假孕争权的宅斗低级局，真是当局者迷。我这个外人看得很清楚，沈璇满心满眼都是你，怎么会碰那朵白莲花？不是吧？你肯定看错了，他那个毒舌男怎么可能？不过不管怎么样，想拿个来路不明的肚子就想夺我的权，门儿都没有，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哎呀，两位姐姐终于来了。妹妹如今身怀小王爷的骨肉，身子娇贵。既然姐姐如今管着库房，那就每日送2两极品血燕，3株百年天山雪莲来给我补补身子吧。这可是老太君的曾孙，怠慢不得。血燕配雪莲，行。不过妹妹这没名没分未婚先孕的，可走不了王府的公账。我刚才给你算过了，1天500两白银。看在熟人的份上，允许你先打欠条画押。你敢跟我要钱？我肚子里可是王府的种。王府的血脉确实金贵，但正因为金贵，若是吃了什么大补之物滑了胎，这谋害子嗣的罪名我们可担不起。所以从今天起，你的安胎餐就是清汤寡水配白粥。若想吃别的，拿银子自己去外面买。为了防止你这金贵的身子出意外，我已经给你请了8个带刀护卫，12个嬷嬷，12个时仙贴身盯着你。婉儿妹妹，你就好好在屋里闭门安胎，连只苍蝇都别想飞进来。你们真是软贱！你们敢虐待王爷的孩子！说是本王的孩子，还为时尚早。
轩哥哥，你怎么能说出这种绝情的话？婉儿清清白白的身子给了你，如今你为了讨好姐姐，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认了吗？本王没做过的事，认什么？那晚本王只待了片刻，连你的衣角都没碰。你若真怀了，这顶绿帽子本王可戴不着。不承认或许是忌惮我爹苏大学士的势力，他不舍得我这棵摇钱树吧？放心吧，小王爷，既然妹妹非说怀了，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孩子的。反正按照咱们的契约，也就1年的时间。你胡说八道什么契约？手宝，咱们走，不打扰人家一家3口叙旧了。轩哥哥，你看姐姐她这般跋扈，心中半点没有你，婉儿心里可是……收起你的戏码！喝吧，特意给你熬的清汤寡水安胎粥。婉儿谢过姐姐了。啊，好痛！我的肚子！苏女儿，你在这里吓了什么？哎呀，出事了！杀人了！王妃擅毒，断毒要害死沈家的金贵血脉了！快去请老太君啊！这是怎么回事？老太君，是苏女儿，她在白粥里下了落胎药，她害死了你的曾孙啊！宁儿啊，你就算再容不下她，也不能伤我沈家血脉呀！老太君，您可别被这白莲花给骗了，我那粥就是清水煮白米，连颗盐都没舍得放，还还哪门子台？我刚才喝了你端来的粥，肚子便绞痛难忍，这地上的血难道还有假吗？这血确实是真的，不过怎么一股子浓重的红花味儿？真要是滑胎，流出的该是暗红色血块，你这血色鲜红刺目，分明是吃了极大剂量的活血药，生生把月氏给催出来了吧？你血口喷人，太君，你要为婉儿做主啊！老太君，你看看这是谁？老太君饶命，小王爷饶命啊！是婉儿县主花了1000两银子，让小人卖给他一包假孕散，吃了就能制造出1个月的喜脉假象，还会下腹坠痛，流出污血，这不关小人的事儿啊！轩哥哥，他是谁？我不认识他。这是你当掉金钗换取现银的当票，你自己好好看看。哇哦，假怀孕配假流产，自导自演一条龙服务。婉儿妹妹不去戏班子唱大招，真是埋伏你。够了！亏我之前还顾念旧情，你竟敢拿此次这种大事来愚弄老婆子！我容不下你这种满腹算计的毒妇！老太君，婉儿只是一时糊涂，婉儿太爱轩哥哥。住口！念在皇家封赐我不动家法，月底之前给我滚出王府，永远别再踏进沈家半步！搬出去！既然你们不给我活路，那咱们就同归于尽。今日太后举办祈福寿宴，排场真是浩大，连边关敌国的使臣都特意入京朝贺。快看，镇北将军和小王爷来了，阮柔和苏宁儿这2位夫人真是明艳夺目，倾国倾城啊！那不是白婉儿吗？听说她惹怒了老太君，月底就要被扫地出门了，怎么还有脸来这等宫宴？太后驾到，众臣献礼。臣等携家眷，恭祝太后福寿安康，大齐万世延绵。免礼。早听闻镇北王府娶了2位妙女，将那玉颜阁经营得名满京城。今日可给哀家带了什么新奇物件？回太后，臣妾与宁儿妹妹深知太后什么奇珍异宝都见过，便投其所好，特为太后量身定制了一座紫檀透雕珠眼宝装眼，里头分装了9981品玉颜阁秘制的极品抗老香霜与珍珠玉容散，愿太后青春永驻。好，还是你们心思巧。哀家这把年纪最爱听青春永驻4个字，快打开给哀家瞧瞧。太后娘娘，这百宝装男机关精巧繁多，不如让婉儿来替太后逐一开启展出，也好沾沾太后的福气。咦，这是什么？天哪！这上面画着边关13州的驻军阵法，这是大齐军事布防图。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借着献礼的名义，暗中向敌国使臣传递军旗，意图通敌叛国。通敌叛国？白婉儿，这庄年从进殿起，我们连碰都没碰过，偏偏你的手一摸机关，这破图就掉出来。我看是你贼喊捉贼，临被赶出王府前，还要拉我们做垫背的吧？太后明鉴，臣女今日哪怕背上千古骂名，也要大义举发。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贤良主母，他们是敌国潜伏在京城的高级细作。戏子，空口白牙，妹妹这栽赃陷害的本事，倒是比你假孕的戏码还要精进。栽赃，你们本身就是最大破绽。太后，她不过是个村姑，若非受敌国栽培，怎会对西域奇香异草了如指掌？这正常吗？那是因为老娘读过原小说。柔儿自幼研习偏门古方，懂些西域香料，就成了敌国细作。按你这诛心凌厉，大齐乃至太医院精通西域药材的豪讲，岂不个个都是叛国之辈？那他呢？
一介女流，经商却老辣椒嘴，预言霓裳阁根本是敌国情报站和洗钱贼窝。哎呦喂，太后娘娘啊，婉儿说的对极了，我就说阮柔与苏宁儿咋毫无妇德，天天在外抛头露面，那铺子根本是个贼窝。闭上你的臭嘴！玉颜阁打开门做生意，每一笔流水都清清白白，盖着京兆尹的红泥官印。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这红口白牙污蔑宁儿的心血？好帅啊！玄哥哥，账目可造假，居心藏不住。他们处心积虑嫁入王府，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在替敌国筹集军饷，目的就是为了窃取镇北军机，好在今日大典上借与敌国使臣里应外合，颠覆咱们大旗啊！臣兵部侍郎找某太后，臣前2日刚截获一封密报，从玉颜阁秘密送出的，人证物证俱在。这二女居心叵测，罪不容诛。多谢赵大人明察秋毫。沈厉、沈玄两兄弟霸占兵权多年，压得我这兵部侍郎毫无实权。今日只要借着女人的手坐实了通敌罪名，镇北王府必将满门抄斩，这军权就全是我的了。放你的春秋大屁！白婉儿，你自己假孕流产，被老太君扫地出门，说我洗钱。我玉颜阁每一笔流水都盖着京兆尹的红纸公章，你算哪根葱，也配查老娘的账？赵大人是吧？平时在朝堂上被我家王爷压得像个缩头乌龟，今天倒是迫不及待跳出来咬人了。你赵大人这信截获的时间倒是巧得很，早不结晚不结，偏偏赶在寿宴前，想必是在配合白婉儿演戏吧？你们还在狡辩？这图明明是从你们县的寿礼里调出来的。太后，他们这是死到临头还在排行，恳请太后立刻张其就地正法。都给哀家闭嘴！大殿之上，大呼小叫，成何体统？我家夫人说的句句属实。今日谁若想定他的死罪，得先问问本将军答不答应。大哥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赵大人、白婉儿，你们想往镇北王府泼脏水，也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脖子够不够硬。太后您看，将军和小王爷这是被美色迷了心窍，要公然包庇细作。镇北王府乃忠良之士，护国有功，哀家不是听信一面之词的昏聩之人。但这布防图从你们的寿礼中调出也是事实。沈厉、沈玄，哀家给你们一个恩典，只要你们大义灭亲，亲手斩了这2个通敌的细作，哀家就当今日之事没有发生过。镇北王府依旧手握重兵，共享荣华。动手，快除掉这2个贱人！太后想用我妻子的性命换镇北王府的苟且偷生，臣做不到。我沈厉的军功是刀山火海里拼出来的，不是靠牺牲自己的女人换来的。沈厉，你要抗旨！若连结发妻子都护不住，我还算什么战神？这镇北王的头衔，3军的虎符，太后若想要，今日一并拿去。但阮柔的安危，谁敢动，便要付出惨痛代价。大义灭亲，真是天大的笑话。我这辈子只认我的王妃，不认你们这虚伪的大义。玄哥哥、厉哥哥，你们为了这2个女人，是要造反到底吗？造反又如何？今日谁敢动苏宁儿一根头发，就是踩着我沈玄的身躯过去。沈玄，你疯了！交出虎符抗旨，这可是重罪。我们不是说好只是契约盟友吗？去他娘的契约！一日夫妻百日恩，天塌下来，为夫替你顶着。沈烈，为了我搭上你自己的性命和整个镇北王府，值得吗？没有你，我要镇北王府有何用？好，既然王爷连性命都肯舍，那今日咱们夫妻就把这大殿的暗流彻底掀翻。想拿我们的性做梦，今日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太后，王爷愿以性命相护，臣妾等又怎能让镇北王府蒙受这不白之冤？恳请太后给我们一炷香的时间自证清白。若不能拿出铁证洗脱嫌疑，我们姐妹2人立刻自绝于大殿，绝不牵连王府半分。好，哀家就看看你们死到临头还能变出什么戏码。阮柔，你干什么？你想当着太后的面毁坏物证吗？来人，快拉住他！我看谁敢动他！诸位看好了，这怎么全化了？太后明鉴，真正的边关绝密军机图，为了防潮防腐，历经风雨而不腐，用的是防水旋墨。莫说是泼酒，便是泡在水里3天3夜，也绝不会褪色分毫。而这张图一遇酒水，便化作一滩烂泥，说明这不是真正的布防图。不可能，这不可能！太后，
就算这图是有人刻意伪造栽赃，但那封密信呢？臣截获的那封信上赫然印着敌国皇室的图腾，这可是铁证如山，总做不得假。铁证如山，赵大人，我看你是脑干缺失。你仔细看看你那所谓的敌国图腾，再看看这本账册。我的私账怎么会在你手里？沈姨娘，你当王府的账房是瞎了吗？我早觉得你这几个月花销有古怪，便将你的账查了个底朝天。原来你拿我们镇北王府的公款去地下暗庄找人私刻了假印章。太后。这本私账清清楚楚地记着，本月15，他支出纹银500两于城西鬼市的地下暗庄，定制了一枚异邦印章，用来盖在哪，不言而喻。哈哈哈哈哈！笑死本使了！诸位大人，我朝皇室的雄鹰图腾是展翅向东的，这印章上的鸟头居然是朝西的。你们哪怕去黑市买个真点的赝品，也比这个烂摊子强吧？太后，臣是受这个贱人的蒙蔽啊！太后。你这庸才办事不力，还想把罪责全往我身上揽！你个小贱蹄子，明明是你出的主意，说是能扳倒他们，现在却被倒打一耙。够了！一群跳梁小丑，竟敢在哀家的寿宴上颠倒黑白，险些让哀家冤杀了忠良。来人！将赵大人褫夺官职，白婉儿、沈姨娘剥夺身份，悉数带上枷锁，即日发配极寒边疆，永世不得踏入京城半步。不，我不要去那种苦寒之地。厉哥哥、玄哥哥，救救婉儿！婉儿做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想留在王府啊！你们不能这么对我！阮柔、苏宁儿，你们这两个贱人，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沈丽、沈璇，你们兄弟二人不仅对大齐忠心耿耿，对发妻更是情深意重，宁舍兵权也不肯退让半步，确有男儿血性。阮柔、苏宁儿，你们临危不乱，智勇双全，镇北王府能娶到你们这两位奇女子是大齐之幸。今日受了委屈，哀家重重有赏。那玉颜阁，哀家便赐你们一面皇室御用的金字招牌。多谢太后恩典。将军和柔宝这战况真的是够猛啊！宁儿，咱们这挂名夫妻都当了这么久了，今晚是不是？小王爷想转正，光靠嘴说可不行，诚意呢？这契约我从1年改成了1辈子，往后我的钱都是你的，现在我的人也是你的了，任凭苏老板处置。